如果前期的景色不够抓人眼球，那么大部分人会期待后期调一个风格化的色彩，让这张照片更具吸引力。那很多人呢，恰恰就不知道自己的照片符合调成什么样的风格。其实啊，很简单，你的照片要有符合调整成风格化色彩的前置条件。就好比这张照片啊，它上面有大面积的冷色，下面有大面积的暖色，那它就适合调一个冷暖对比的风格。那冷暖对比色调当中啊，被大众普遍接受的色彩就是一个青橙色调。那青橙色调当中啊，还分好几种，它有比较轻微的亮调的青橙，也有比较浓郁的厚重的暗调的青橙。那像这张照片啊，上面有非常多的乌云压顶，下面又有这种古建筑集群，就更有利于去调成高对比暗调青橙色调。那我的做法是先把照片做暗，在亮当中把曝光稍微压一压。刚才也说到，比较适合做一个反差稍微高一点暗调的浓郁的青橙。那我们把光线压暗之后，它的色彩饱和会适当的提升一点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对比稍微加一加，然后在曲线当中啊去做一个 S 型的曲线，进一步加强对比。我不希望这张照片当中有纯黑，我需要让照片当中的这些暗的部分，背光的这些部分有一点点灰的效果。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曲线左下角最暗给它提亮。提亮之后啊，照片当中的暗部啊就会有一种发灰的效果。那这个发灰的效果我们不需要太强，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高光这个云层当中的这些亮的地方太亮了啊，我们就把右上角的高光压下去，让它不要有那种纯白的像素存在啊，这样的话会比较刺眼。那通过我们刚才调整亮当中的对比与曝光，以及曲线当中的加了对比，那整张照片的影调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啊。那这个颜色目前我们没有变动啊，就只是变动了亮和暗。影调越亮，饱和度就会越低；影调如果越暗呢，饱和度会自然的提高。那这个饱和度已经被提高了啊，所以说看上去整张照片不舒服、脏。那现在我们需要把照片的颜色做协调就可以了。那上面这个蓝色，我们需要把它往青色去偏，饱和度可以让它降低，亮度也可以适当的提高。那现在我们往下拉，这里有一个混色器功能了。这个混色器就可以针对天空的蓝降饱和啊，把饱和度降低。大家看，天空的饱和度降低，再把它的亮度提升一点，让它的饱和度进一步降低，以及把色相往青色偏一偏。那现在大家看，这个青青的低饱和的青，带一点点亮度的天空和下面这个地景就稍微搭一点。那地景的颜色也要做微调，地景它大面积的是用了橙色，我们可以把橙色稍微把它往左边红色偏，把红色往右边偏一点点。现在看到的这个效果就非常接近我所说的暗调浓郁的青橙色啊，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效果是比原图看上去更厚重，然后细节看上去更多，整个古建筑群看上去更有立体感，更厚重。剩下的就是在校准当中做一个轻微的微调偏色。蓝颜色的饱和度需要降还是需要加？滑块左右拉动，自己去观察观察。偏色的力度需要再强一点还是再弱一点，也可以通过这个蓝颜色的滑块来偏一偏，自己感觉一下。如果想让地上的这些古建筑群的色彩饱和高一点，可以把红颜色的饱和拉一拉。太高了我觉得反而不好啊，稍微降到它默认值吧，不调它。现在这个图啊，我们只需要在蒙版当中选择一个镜像渐变，把中心这一块啊给它做的微微的亮一点，把视觉的重心引导在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不去把这里做亮的话，大家看啊，我们眼睛第一眼看上它可能会看到这一块亮的地方去，然后才会反映到下面这里来。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中间这一块做的微微的亮一点，要和这里天上这一块的亮度接近，才能起到一个视觉的引导作用。好，现在我们把这个镜像界面点开，对着照片的中心的位置，也就是这条主街道，画一个圆形出来，把曝光稍微提亮，提亮到和左边这个天的亮度相匹配。那这样一来，我们看这张照片的第一眼就不会跑到左上角来，会沿着这个公路往前面看。那至于这个风格化什么样的标准是好的，没有标准，那跟你的审美有关，就用你自己的审美去调照片。你的优秀作品越多，那么慢慢的别人接受了你这个作品的风格，那也就形成了你自己的风格。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为零基础小白去分享摄影后期真实干货。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糖果色的调整方法。
那么具体糖果色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张图，这几张图是我在网上找的啊，典型的糖果色的风格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照片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甜，是不是像吃了糖果一样的感觉？颜色上可以看到非常的艳丽。那么这些照片它有什么特点啊？在影调上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些照片在影调上是一个非常平的照片，有类似于那种灰片的感觉啊，暗部没有特别的暗啊，亮部又特别亮，导致它的明暗的反差特别的低啊，就是这种高明度的这种照片。那么在颜色上呢，它就是一个鲜艳度又非常高，是不是？大家看一下，它鲜艳度也就是饱和度又非常高。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没有明显的暗部，照片是一个高亮的一个亮调，鲜艳度又特别的高啊，反差特别的低。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糖果色的特点。大家如果想在后期中调出一个非常好看的糖果色效果，大家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尽量的就要去选择色彩比较丰富的主体去拍摄。比如说你去拍一个街道，那么这个街道上面的颜色就要有红绿蓝啊、花花绿绿的各种颜色作为点缀。如果建筑的颜色非常的单一，你也是调不出来这种效果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效果，你看它的建筑啊、招牌呀、门啊，还有墙面呐、还有门框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致啊。你看，包括这个地上的这个马路沿子啊，这个马路沿子上面这几块砖的颜色都不一样啊，颜色比较丰富。像这种题材的照片啊，你再去后期调糖果色啊，效果是非常好。那么我这里找了这样一张照片，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啊，它颜色还算比较丰富啊，只是天空缺少一些层次。那么我们就用这张照片作为一个示范，给大家来演示如何在后期来调整出糖果色调。好，那么我们这回啊，就在 Camera Raw 里面进行调整就可以了啊。打开 Camera Raw 之后啊，我们要把它啊，也就是说把这张照片变成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啊，反差特别的低啊，明度特别的高那种照片。那么如何让这个照片的反差低呢？就去降低对比度啊，我们把对比度降低，它的反差就会减小啊。然后呢，我们再把阴影给它提亮，阴影提亮，把高光啊给它压暗，这样我们的照片就接近了一个灰调啊。你看，接近灰调的同时，它的颜色并没有丢失，是不是？也就是在影调上做了更改，把一个明暗反差比较强烈的一张照片，在影调上给它做了一个比较灰的，就是反差特别小的一个处理。那么走到这一步之后，我们再把白色稍微提亮一点，提亮白色可以让画面中最亮的区域更亮，让这个照片稍微通透那么一点点。因为我们刚才把这个高光和阴影都拉到头了，大家看拉到头了的话，照片有点闷啊。那么我们把白色适当提一点点，不要提多了啊，提多了就太亮会过曝，稍微提一点，只要不过曝啊就可以了。观察直方图右边啊，只要没过曝就行。好，提成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纹理啊稍微降低上面一点点啊，不要降低太多啊，降低一点点纹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把饱和度提起来啊，自然饱和度和饱和度都可以进行提啊，都可以把它提起来一点，让这个照片鲜艳度更高啊。那么到这一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没有在影调上继续有优化的可能啊？如果在影调上没有继续优化的可能，就要去到 HSL 里面去做修饰了。那么我们这里除了黑色没有动之外啊，其他都动了啊。然后我们把黑色再提亮一点点啊，进一步降低它的反差。好，现在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是不是就已经有了那种非常平的感觉啊？是不是？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些样片都类似了，对不对？好，那么走到这一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饱和度有没有过啊？饱和度如果太过了，还要去微调一下就行了。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绝对的值，大家凭感官啊自己去微调。好，我调成这样就行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混色器里面单独对这些颜色进行鲜艳度的加深。那么我们选择饱和度啊，把这个画面中有的这些颜色的饱和度都拉起来啊。我们可以把红色饱和度拉起来啊，大家去拉的时候去观察滑块拉动之后的效果，这个门框上面的这些颜色的变化啊。如果你拉的太高的话，其实也特别假了啊！其实你不需要拉太高，只要适当提高，因为我们开始在基本里面已经把饱和度和自然饱和度提起来过了。那么我们在混色器里面再去提饱和度的时候，就要适度的提一下。好，黄色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都可以稍微的提高一些啊，把这些颜色，
这个画面上的蓝色可以多提一点。好，大家现在看这个效果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甜美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去处理一下天空啊，我们可以把天空这个部分呢单独给它选出来。我们用这个蒙版里面的选择天空啊，把天空给它选出来，然后把天空里面的这个色温和色调稍微给它控制一下，让这个画面有点偏紫的那种感觉啊，偏紫的感觉。好，现在看一下这个天空，看上去就不错了啊。大家看一下啊，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好，再到基本里面去啊，到基本里面去再来做微调，把色温和色调稍微来调一下。让这个照片更偏向于一个甜美的效果啊，把色温和色调都往右边拉一下啊，让这个照片啊呈现出一种暖红色的效果。好，这样就已经非常接近了糖果色的效果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啊，这是之前没调整的啊，这之后调的糖果色效果。好，那么这就是糖果色的一个调整方法和它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讲新的内容，拜拜。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小清新色调的调整方法。那么我们在学习调整方法之前呢，一定要知道小清新照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当我们知道每一种色调的特点之后，我们在调整照片才会有思路，才会有方法。那么有很多同学就在说，我拿到照片之后，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啊，工具我都会用啊，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调，不知道调什么颜色。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出在你不知道各种色调之间有什么特点，并且这些色调能适用在什么类型的照片当中。小清新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干净啊、明亮、清爽的这些特点啊，照片不会有特别重的阴影啊。如果照片的明暗反差特别大啊，它就不符合小清新。小清新都是这种比较偏亮的照片啊，高光和阴影之间没有特别强的反差，整张照片都是以中调为主啊。那么这张照片在影调上就已经符合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特点。那么小清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颜色不多啊，2到3种颜色，并且有一个大面积的主色调。那么这张照片的大面积的主色调是什么颜色啊？就是这个绿草的颜色。那么其他的服装啊，尽可能要选择一些纯色的服装和当前的这些主色调比较搭配的颜色啊。那么我们知道小清新是这种一个简单的颜色比较少啊，再加上它的阴影和高光的反差比较低啊，整个照片比较偏亮啊，偏中调啊。那么知道这些特点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更有思路去调整它了？是不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是一张原图啊，拍摄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它这个草的颜色可以看到有点泛黄，色温比较偏暖啊，感觉它就不清爽啊，不清爽不清新。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那些特点之后，把这个照片把它改良成我们刚才分析出来的那种特点啊，就是看上去清凉一点啊，干净一点啊。那么我们怎么调呢？那么你想让照片清凉干净啊，第一件事就是色温的问题啊，这就要牵扯到色彩学啊。色彩学里面，冷色调是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暖色调是给人一种比较热情、比较温暖的感觉。那么我们小清新恰恰是一个偏冷一点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要把色温给它回归一下啊。大家看，我们把色温给它降下来，这个照片是不是瞬间就清新了？不像刚才那么火辣了，是不是？这就清爽一些了。好，那么色温降下来之后啊，饱和度也要给它适当的降低一些啊。饱和度降低了之后，我们整张图看上去就寡淡了。那么等一下我们再用这个混色器把这些颜色进行优化即可啊。那么我们在基本里面降饱和度要降个适度啊，不要降太多。如果降多也没关系，等它到这混色器再继续优化一下。那么我们现在还需要把暗部稍微提起来一些啊，阴影提起来一些，不要让它有过重的阴影。当然你把阴影全部提高，整张照片就偏灰啊，偏灰就不通透。所以说我们阴影只提到一个适当，让这张照片不要出现非常强烈的明暗反差啊。如果出现强烈的明暗反差之后啊，它的小清新的感觉就会丧失啊。去薄物稍微给它减去一些，让照片朦胧一点啊。好，这样一个照片的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看上去比较清爽凉爽啊？那么颜色上太寡淡了啊，那么我们把颜色优化一下，到混色器里面点开饱和度这个选项，把画面中的人物衣服的颜色回归一下啊，也就是橙色，是不是？那么我们就把橙色的饱和度拉起来啊。好，这样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就不那么寡淡了，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草的颜色呢，在色相上已经接近小清新那种凉爽的感觉了。那么我们可以适当优化啊，我们可以把色相啊稍微改一下啊，稍微改让它更凉快一些啊。这个草在这里面是属于绿色，是不是？那么我们就把绿色的色相给它偏向更冷的青色。偏多的话，你看啊，偏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宝石这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比较不舒服啊，不能偏太多，稍微偏一点点。好，偏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降它的饱和啊，饱和度有点高，把这个绿色的饱和稍微降一点点。好，那么为了让这个草啊，这个草里面这个开的这个小黄花让它更明显呢，我们需要把黄色的饱和度提起来。我们开始提的橙色嘛，橙色是人物的衣服，那么草中间生成的这些小黄花啊，通过我们降这个基本里面的饱和度之后，黄花不明显啊，不明显我们就在混合器里面把黄色的饱和度拉起来，让这个花明显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草丛里面的黄花明显了啊，草的绿啊已经偏向一个冷绿啊，然后我们这个照片的感觉是不是就更清爽一些了？是不是？啊，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啊，你还可以用这个颜色分级为中间调去附着一层颜色。那么中间调是整张画面中最大的面积的啊，因为这个照片它是属于一个明暗反差非常低的照片。那么你在阴影或者是高光这两个选项当中去附着颜色，那么你基本上也看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效果。所以说我们这里要选择中间调去附着颜色。那么在中间调我们去附着一个青绿色，大家看啊，我们调到这个青绿色这里啊，饱和度不能拉高了啊，青绿色饱和度不能附着太高了，一点点啊，提亮。好，现在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这是之前和之后啊，是不是这个效果看上去更清爽一些，是不是？那么我们整张照片的小清新的效果基本上就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啊，是不是？如果你对这个照片的影调上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就可以回到基本里面进行微调啊，把这些影调进行微调一下啊，达到一个你心目中最完美的一个小清新色调的感觉。好，那么今天这个思路和方法就教给大家。好，我们下一课再见，拜拜。今天我们来使用黑金色调给大家来巩固一下上节课所学的知识。我们上节课已经非常详细的讲解了 A4R 当中的混色器调色原理。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使用上节课所讲的原理来调出一张黑金色调。为了让大家方便对照我们可以把右下角的正方形点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左边这个原图和右边的效果图进行一个对比了。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黑金色调的特点。黑金色调它一些发光的亮部都是金色的不发光的暗部呢都是中性灰或者是暗调。那么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效果，我们可以借助混色器把暖色以外的所有颜色给它滤掉。那么结合上节课所讲的理论降低饱和度可以把色彩给它去掉呈现出中性灰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除了暖色之外的其他颜色的饱和度都给它降为0。降为0了之后，这画面中包含着绿、浅绿、蓝、紫和洋红这些色彩都会变成中性灰。如果它的亮度不够，就会变成黑色；如果亮度够，就是中性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是不是已经很单调了？没有其他的多余颜色了，是吧？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让剩下的这些暖色统一到金色方面去我们需要来调整它的色相。那么金色是什么颜色呢？金色是不是偏向于橙色饱和度和亮度很高的橙色是不是最像金色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把色相点开把红、橙、黄这3个颜色统一到橙色当中去。那么红色可以看到，红色往右边拉就是橙色，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画面中的红色变成橙色把三角滑块向右边拉到头，这样一来我们上面这个红色的灯光就会变成橙色。大家看一下左边的原图它这个塔上面的灯都是红的这样一调就变成了金色了，是不是很简单那么剩下黄色是哪里呢？黄色是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些办公室的灯光。好，那么我们为了把黄色也变成橙色，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调整黄色的色相把黄色的色相往橙色偏动。大家来观察这个大楼里面的灯光左边是原图，右边是调整后的色彩就得到了一个高度的统一那么我们现在想把橙色给它弄得更突出一点，我们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提升饱和度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到我们饱和度这个板块当中去啊，点击饱和度，把红橙黄的饱和度给它拉高啊。我们来试一下。好，大家看一下，红橙黄的饱和度拉高了，是不是看上去更鲜艳了，看上去更明显了，对不对？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调整明度来适当的控制一下它的饱和度程度啊，因为提升明度会降低饱和。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饱和度过高了，你可以把橙色的明度啊稍微提高一点，提高了之后它会把饱和度稍微降下去一些啊。大家看一下，我们提升了橙色的明度，是不是它就没有那么鲜艳了，反而看上去更舒服了，是不是？调多大没有一个固定数值，只有去观察，根据你自己的审美去调啊。那么红橙黄我们都可以适当的提升一点点啊，你提升太多了的话，它就没有色彩了啊，它就会变成白色，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提太高，适当的提，根据审美来提，没有固定参数。好，这样一来我们就调整了红橙黄的明度、饱和度和色相，来达到了一个色彩高度统一，是不是？剩下的就是影调了。黑金色调一半是影，一半是色彩啊。那么调整影调的工具有哪些呢？有这个基本啊，还有这个曲线。以后我们还要讲到的一个这个效果啊，这个效果里面有一个暗角功能，它也可以充当一下调影调的工具。还有以后讲到的这个蒙版里面的这些镜像渐变啊、线性渐变都是调影调的。那么我们就使用我们讲过的工具，没讲到的工具我们也不会去用它，因为用了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疑问啊，因为我讲到还没讲到那里去啊。那么这个曲线是讲过的啊，我们就用曲线来调整一下。好，为了让这个照片看上去更通透，是不是啊？我们以前理论知识也讲过，照片通不通透是看明暗对比的。那么我们让这个照片稍微通透一点啊，我们就可以把亮部啊稍微提起来一些啊，中间调啊不动它，压回去。那么这个暗部呢，我们也不能再压了，暗部如果再压的话，这些特别黑的区域就会丢失细节了啊，因为你提升了这个对比啊，提升了明暗反差，就会丢失暗部和高光的细节。如果你稍微给一点的话，它会提升画面的观感，并不会影响到你观察细节。但是提多了的话，就会非常影响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暗部的细节丢失和高光的细节也丢失了啊，看上去很难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对比度拉强了的话，就会丢失细节的啊。所以说我们适当的提会改善一下照片的观感，但是啊，你不要去弄多了，弄多了就会直接影响细节。好，我们稍微这么调一点点，把暗部给一点点灰，因为它这个暗部啊，你也看直方图看得到，它的最暗部是没有的，这个画面中是没有纯黑色的部分的，所以说你在纯黑的地方稍微给一点灰进去，往上提，会让这个照片看上去有一点点高级的感觉在里面啊，有一点点高级的感觉在里面。适当稍微改一下啊。好，大家来看一下效果图和原图的对比啊。那么由于这节课我们没有使用人色分级和蒙版里面的这些工具对这个照片做进一步加工啊，只是单纯的使用了混色器和曲线，所以说啊，这个效果肯定不是最完美的啊。那么以后我们把这些工具全部讲完之后啊，我们再来正儿八经做一些调色实战啊。因为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是来巩固混色器，并不影响我们来使用混色器和曲线来练手，所以说这节课只能当成一个小白的练手课啊。那么以后我们把工具学完了之后，再来给大家做更多的调色案例。好，我们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节课再见，拜拜。